大家好，这里是 Think Talk。今天我想跟大家来聊一个 React 组件，叫 React Call。相信大家都有碰到过类似的问题，就是可能有一个 double confirm 的一个东西，它是挂在一个按钮上，那这个按钮上面用户点击之后要去弹出一个对话框，问用户是不是真的要删除某一条数据，那用户点是就删除，或者说否就取消。在 Windows 上它有一个浏览器级别的一个 confirm 的命令来可以用的，可以看到屏幕是这个样子。但其实你也看到这个 UI 很丑，同时你对它的控制也很少，比如说你控制不了它的区域的位置在哪里，你也控制不了它颜色是什么，你只能控制这个 continue 的内容，你甚至连 title 都没办法控制。那这个时候聪明的你肯定想到，我要写一个 React 组件，把它挂载，你可以用比如说 React Portal 挂载到哪里，甚至简单一点，你自己去做这个定位。当然是可以做的，但有点麻烦，你还要自己去管理这个 DOM 的生命周期，各种各样的事情。那今天我们就来介绍这个 React Call 的这个组件。这个 library 它就是用来解决我们前面说的一个 await 的问题。我们可以自定义自己的组件，然后通过 React Call 来去调用。那这样我们就可以获得一个很大程度上的 await 的功能。可以看到在屏幕的右边，我是用一个 await 的 confirm 的东西，但这个组件很明显就是我们自定义的了。那这个包它的 API 就非常的简单，就是一个 confirm call，一个 props 传进去。那这个 confirm 就是我们自定义的组件，我们可以直接看一下这个代码的例子，比如说这个 bottom sheet 吧，可以看到下面有个 bottom sheet，那它是怎么做的呢？那首先定一个 callable 的一个组件，这个组件它实际上内部的这一块它都是一个单纯的 React 的组件，在外层我们就要去用这个 create callable 去把它定义进来。那它里边会有 call、title 以及 action 这几个字段。那这几个字段我们需要去稍微处理一下啊。它的开关当然也是由我们代码去控制的。我们代码就是 enter 再加它并不是结束的这个状态，我们就把它 open 出来。那 open 出来了之后，如果满足这个条件，这边就会展示 open 的状态。那在这边 action 结束的时候，我们就把它给 end 掉，就是这么简单。它其实相对于我们自己写代码，它也是一个 React 组件，只是说它需要拿这个 create callable 来去包装一下。在用法上面，我们只要去直接挂载这个组件就可以了。那在调用方，我们就是直接去 await 这个 bottom sheet，然后去 call。那 call 里边，我们就把这个 title 以及 action 对应的给它放回去。一旦说我们点击，它就会调用这个 callable。然后我们在点击结束的时候，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关闭，那它就会去调用这个 call end，那就结束了。那在之后，我们其实就可以获得它的一个返回值。它就是用来让我们减轻代码组织结构的一个东西。它功能到这里就结束了吗？它其实想的要比我们的更多。它还有一个功能就是我们可以有多个的 call。你可以看我这里，我其实一连点了5个，它5个都有展示。它同样可以去控制我到底有展示了多少个。像 toast 可能用户同时弹2到3个 toast 的，虽然不应该，但也是应该能支持的。那这种情况下 React Call 它也是支持了对应的功能。这里还有一些 dialog 的东西，比如说我把它打开，然后去 save， 那它失败了，就还是在这里。这样它是用来满足我们，比如说用户是否真的要删除某一条记录，用户点了 confirm 之后，我们就去调后端接口，后端接口它如果失败了会怎么样？那失败这个窗口还是要待在这里的，那它就可以和我们的比如说 React Query 的 mutation 来去做一个很好的结合。这里其实有大量的例子，比如说 Progress Toast 以及什么 Atom Picker 或者说 Bottom Sheet 这样的功能。相信你看到这里应该已经完全理解说 React Call 它是什么样的一个东西了。我觉得大家也可以自己拿来去试一下，去做一个减轻你工作上面的一些负担。同样，我有看到说它其实对 AI 也是友好，它也是有对应的 skills 来去实现对应的功能，所以它也是一个 AI friendly 的一个 library， 它应该可以帮你减轻很多的这种手写代码，去自己管理 portal， 自己去控制隐藏和展示的逻辑。好的，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欢迎大家来讨论一下你对 React Call 的看法，以及你怎么样去处理这种弹框或者说一些 sync 的一些逻辑是怎么处理的。OK，那我们下期节目再见，拜拜。